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铃木佑先生所著的《最佳的身体状态》这本书。尽管人类的身体自远古以来并未发生显著的变化，但在过去的200年间，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本书通过科学的证据，详细解析了现代人普遍感到的神秘疲劳和身体不适等问题的根源，即所谓的文明病。通过解决这些由现代生活方式引发的文明病，我们可以重新获得身体的最佳状态。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什么是文明病；第二，炎症的原因及应对方法；第三，焦虑的原因及应对方法。首先是第一部分，什么是文明病？所谓的文明病是指，由于人类身体的进化速度未能跟上现代社会飞速发展的节奏，而导致的各种疾病和身体的不适。肥胖、失眠、抑郁、焦虑等常见的健康问题均属于文明病的范畴。此外，一些现代社会特有的疾病，如癌症、糖尿病，甚至是难以解释的疲劳感、倦怠感和无力感，也可以归为文明病。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身体的进化步伐远远滞后于现代社会的急剧变化。究其原因，其实，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是处于狩猎采集时代。自250万年前人类诞生以来，我们长期依赖狩猎和采集维持生存。而农业革命这一划时代的技术，仅仅出现在大约1万年前。至于推动科技迅猛发展的工业革命，更是发生在短短的250年前。从宏观上看，人类经历了250万年的狩猎采集时代，约1万年的农业社会，以及仅250年的现代社会。这意味着99%以上的人类历史都在狩猎采集状态中度过。然而，在过去的200年中，科技的飞跃带来了社会的巨大变革，人口急剧膨胀，原始的丛林被钢筋水泥所取代，人们深陷于智能设备的依赖中，快餐遍布城市，轻易获得食物变得前所未有的简单，但同时也承受着工作压力和复杂的人际关系。虽然这种描述稍微显得有些夸张，但确实也反映了过去1-2个世纪中，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关键问题在于，科学技术的进步速度非常快，而生物进化的步伐却极为缓慢。进化是一个漫长而缓慢的过程，远不能与现代科技和社会的飞速发展相提并论。这种差距正是理解文明病的核心。尽管社会在飞速前进，人类的身体和大脑仍然停留在几万年前的狩猎采集阶段。正是由于这种不匹配，导致了现代社会中的肥胖、失眠、抑郁、焦虑，以及难以解释的疲劳和倦怠等问题。那么，现代社会的哪些问题让我们如此不适呢？答案是，文明病的2大主要诱因：炎症和焦虑。过量的卡路里摄入、过度的压力、睡眠不足、缺乏运动，以及维生素和食物纤维的匮乏，正在导致炎症和焦虑侵蚀着我们的身体。接下来是第2部分，炎症的原因及应对方法。炎症可以比喻成身体在受到某种伤害时，细胞内部发生的火灾。炎症不仅限于外部的创伤，如擦伤等表面现象，还包括关节疼痛、感冒等身体内部的不适。总之，当细胞因某种原因发生火灾时，便会引发炎症。如果体内的炎症逐渐增加，我们可能会出现抑郁、肥胖或莫名的疲惫等文明病。现代社会与狩猎采集时代环境的巨大差异，导致我们的身体更加容易出现炎症。然而，适当的调整生活方式，使其更接近狩猎采集时代的生活节奏，可以帮助我们预防炎症。本书介绍了7种有效的炎症应对方法。首先是第1种方法，改善肠道环境。肠道环境至关重要。当肠道状态良好时，能够有效吸收营养，并排除对身体有害的物质，从而减少体内的炎症。在现代社会中，肠道环境容易受到空气污染和不健康饮食的影响。为了改善肠道环境，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一、保持空气清新，多通风或使用空气净化器。二、摄取发酵食品，如纳豆、泡菜、味噌、奶酪、酸奶等。三、增加食物纤维的摄入，多食用蔬菜和水果，尤其是含有可溶性食物纤维的食物，如牛蒡、寒天、海藻、蘑菇类、秋葵和苹果等。接下来是第二种方法，进行运动。运动不仅能改善身体状态，提升大脑功能，还能有效减少体内炎症。它是一种多功能的良药，能够带来多重健康益处。运动的种类多样，从力量训练到有氧运动，再到瑜伽和普拉提，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身体状况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无论是每天散步、骑自行车，还是参加健身课程，只要能够坚持下去，就会看到显著的效果。接下来是第三种方法，接触自然。与大自然接触也能帮助我们减少炎症。可以去海边、森林或河边放松，或者在公园里散步，适当的晒太阳。日光有助于身体分泌血清素，这种物质对大脑的健康至关重要。此外，研究表明，观赏植物或者观看自然景色的视频，听大自然的声音，比如河流的水声或鸟鸣，也能产生类似的效果。因此，保持与自然接触的时间非常重要。接下来是第四种方法，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研究表明，孤独对身体非常有害，容易引发炎症。孤独所引发的炎症可能导致身体状况变差，甚至损害大脑的功能。在狩猎采集时代，人类是群居的，群体进行合作打猎、采集和抚养孩子。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助于身心健康。接下来是第五种方法，保证充足的睡眠。充足的睡眠对调节身体、减少炎症至关重要。尽管每个人的睡眠需求有所不同，但一般建议每天至少睡6小时，最好是7到8小时。此外，每天15到20分钟的午睡也能大幅提高恢复效果。为了提高睡眠质量，白天多晒太阳也会有所帮助。接下来是第6种方法，进行数字断食。数字断食指的是减少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间，尤其是智能手机。研究表明，使用手机时间越长，人越容易感到焦虑。在家持续使用手机的人，其工作压力更难得到缓解。这是因为智能手机对大脑的刺激过强，信息量大且具有随机性，导致大脑容易兴奋，从而难以休息。在当今社会，完全不用智能手机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通过自我管理，设定合适的使用时间，与其和平共处。最后是第7种方法，减少压力。过度和长期的压力会对身体造成严重伤害。全球每年会有400万人因极度压力引发的心脏病发作去世。压力会增加体内的炎症，破坏身体，因此拥有自己的减压方法非常重要。比如，保证充足的睡眠、进行运动、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等，都是有效的减压手段。通过实施这7种方法，可以有效减少体内的炎症，预防文明病，保持最佳的身体状态。最后是第3部分，焦虑的原因及应对方法。我们来看看导致文明病的第2个原因，焦虑。狩猎采集时代的人们和我们现代人所感受到的焦虑有很大不同。狩猎采集时代的人们会面对具体而明确的焦虑，比如今天能否找到足够的食物，或会不会遭遇野兽的袭击等。这些焦虑都有具体的原因，很容易找到相应的应对措施。而我们现代人更多面临的是模糊且不明确的焦虑，比如我现在的工作能维持多久？如果我找不到工作怎么办？我未来到底要做什么等？这些问题都涉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经常被未来的担忧所困扰。有趣的是，狩猎采集时代的人们几乎没有未来的概念，他们的生活简单，专注于当下的生存、繁衍和抚养后代，而很少为未来去烦恼。与之相反，现代人不可避免地去思考未来，因此常常产生模糊的焦虑。这种焦虑不仅会影响心理，
还会引发记忆力下降、理性判断力下降，甚至缩短寿命。那么，为什么焦虑会对身体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呢？这可以追溯到我们人类的祖先。当他们遇到威胁时，身体会自动进入战斗模式，交感神经占主导地位，身体为应对危机做好准备。然而，现代人面对的模糊焦虑，让身体处于持续的战斗模式，无法得到足够的休息，这会导致各种健康问题。为了减轻这种模糊焦虑，本书介绍了3种有效的应对方法。首先是第一种方法，明确价值观。明确价值观，简单来说，就是明确您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这样可以减少对未来的焦虑。狩猎采集时代的人们的价值观非常明确：生存、生育、抚养后代。而现代人的价值观却非常多样化，比如成为有钱人、获得社会地位、在知名企业工作、建立幸福的家庭、追求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等。因此，我们往往难以看清自己在生活中真正重视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在众多价值观中明确自己最重要的价值观，这种模糊的焦虑就会减少，健康状态也会随之改善。有研究显示，明确价值观的人在未来的生活中更倾向于健康饮食、坚持运动，死亡率也会降低。接下来是第2种方法，练习正念。正念指的是专注于当下，不为过去或未来所困扰。正念的好处非常多，包括提高专注力、增强抗压能力、提高免疫力等。练习正念的方式多种多样，最为人熟知的就是冥想。冥想可以简单的通过坐下来，闭上眼睛，专注于呼吸来进行。即便不进行正式的冥想也没关系，因为正念不仅仅局限于冥想，您可以在日常活动中练习正念，比如洗碗、折叠衣物、打扫卫生等。只要您专注于当下这些活动，就已经在练习正念了。最后是第3种方法，培养敬畏感。敬畏感是一种对崇高事物或伟大人物的深深敬仰，常常伴随无法言喻的感动。培养敬畏感能够有效减少压力和焦虑，给身体和大脑带来益处。自然、艺术和伟人事迹都是容易引发敬畏感的来源。例如，欣赏一幅美丽的自然景观，聆听一首动人的音乐，或者了解历史上杰出人物的成就，都能帮助我们体验到敬畏感，进而缓解焦虑。总结来说，通过以上这些方法，您可以逐步减少对未来的担忧，改善心理和身体的健康。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